今天我们继续聊聊岳飞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关于他回朝、就死、反抗以及是否于中的争议，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。岳飞生活在南宋时期，那时候金兵老是来犯，南宋朝廷总是挨打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岳飞屡立战功，成了南宋最厉害的将军之一。可就因为岳飞太能打了，让南宋朝廷里的一些投降派很害怕。以秦桧为首的这些人主张向金国求和，怕岳飞的胜利影响和谈，就动了歪心思。那时候岳飞正带着岳家军在前线打仗，节节胜利，眼看就要收复失地了。可朝廷却连发12道金牌，急令岳飞班师回朝。岳飞当时肯定也很矛盾啊，他肯定想继续打金兵，可又不能违抗圣旨，于是他只能带着部队回去了。有人觉得岳飞这时候回朝是犯傻，说他应该继续打下去，说不定能赶跑金兵，收复中原。可换位想想，岳飞要是不听圣旨，继续率军北伐，那可就是违抗军命了。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，会动摇朝廷对他的信任，甚至可能被其他大臣抓住把柄，攻击他谋反。岳飞那时候已经是众矢之的了，要是再不听圣旨，那可真要被朝廷里那些人给彻底搞死了。而且岳飞回朝也不完全是坏事，他回朝后照样能为朝廷效力，继续为国家出谋划策。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声望去影响朝廷的决策，让朝廷更重视抗金事业。这样就算不能在战场上杀敌，他也能在朝堂上为国家出力。岳飞回朝后就被秦桧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起来，最后被宋高宗赐死在风波亭。有人就说了，岳飞干嘛非得去死啊？他应该反抗啊，反抗到底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可问题是，岳飞当时的情况，反抗谈何容易啊？他被关在大牢里，手无寸铁，周围全是秦桧的人，他想反抗，又没有武器，又没人帮忙，根本就没机会啊。而且岳飞要是反抗，那不就更坐实了他谋反的罪名了吗？那样一来，他不仅救不了自己，还会让岳家军背上骂名，让朝廷里那些支持抗金的人更加被动。而且岳飞选择死，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忠诚和尊严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向朝廷证明清白了，与其在牢里受尽折磨，被污蔑为叛国贼，还不如干脆死了，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忠诚。他的死是一种对朝廷的无声抗议，也是对自己信仰的坚守。一提到岳飞，很多人就会说他愚忠，说他明知道秦桧他们要害他，还傻傻的回朝，这不是自己往虎嘴里送吗？可岳飞这样做真的就是愚忠吗？我觉得不能这么看。岳飞生活在南宋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，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把忠诚看作是做人的根本。他回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须服从朝廷的命令，这不是因为他傻，而是因为他觉得只有维护朝廷的权威，才能让国家更有秩序，才能更好地抵御外敌。而且岳飞的忠诚也不是对宋高宗个人的忠诚，而是对国家、对民族的忠诚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南宋朝廷更强大，更有能力抵御金兵的侵略。他回朝不是为了当一个听话的臣子，而是为了在朝廷里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，为国家出力。岳飞的一生充满坎坷，可他的选择都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。他的忠诚不是盲目服从，而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大义的坚守。他的死虽然很悲剧，可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，什么是担当。总的来说，岳飞回朝就死，这些选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它的合理性。他不是愚忠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要坚守自己的信念，为了正义和信念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